发生了工作人员集体中邪的事件。对，我那个时候也是第一次看到像大法师里那一种人中邪凹身体啊！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哦。阿达是马来族的罪人，因对乌某哈不敬，遭到天罚。秘书说那个东西很危险，你赶快还给叔叔。恐怖分有福了哦！因为我身边这位不只是嘎啦的男主角楚旭，大家如果有去看所有台湾知名的恐怖片，甚至是扬名国际这些恐怖片，后面的工作人员名单，你会看到一个人叫楚嘉义，特效化妆超强的，谢谢。他本尊这么年轻，然后颜值又这么高，所以不只是单刚特效化妆，同时也是这次嘎啦的男主角。嘎啦这部片，它本身也是一个在台湾真实曾经发生过的事件。对，它原本呢，它是源自于边缅的一个故事，抗战时候，对，我们去亚细亚的故事。对。然后我们去做一些田野调查的时候，就发现说，有一个村庄，它叫马赖村。然后在那个马赖村里面，我们田调到一个故事，他们真的在村庄里面，他去祭拜了一种邪神。你画过这么多恐怖片，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经验？灵异经验嘛，我觉得是拍嘎啦的时候是最可怕的。真的哦。对，发生了工作人员集体中邪的事件。对，我那个时候也是第一次看到像大法师里那一种人中邪凹身体啊。然后因为我们那一时候拍完之后，他好像就是被不干净的东西染到身体，然后他就直接就整个呈现大法师的样子。你说就是这样突然下腰？对。他平常有在练舞吗？我也学了。然后后来花了2个礼拜的时间，才找了3位的老师，然后才把他收起来。那他是那时候是什么状况？突然变？因为听说我们在拍片的那个时候，我们在那个地方里面就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说那个地方曾经有死掉过的一个人，他要抓交替完成他的大业，结果他谁没对的，他就对到我。对你？对，他后来就直接冲到我面前说：“我就是在找你。”啊！超可怕的！你那时候吓坏了吧？所以我吓到我后面一度不想再接恐怖片。恐怖的是，因为我们在拍摄的过程，我们才知道说这个事发地的故事跟我们的故事是一样的。让我猜，我觉得是房间。对，一个房间。通常恐怖片一定都有宗教顾问在现场，对，你们应该也有。我们也有，我们就有一个法师，从开拍的第一天到最后杀青，他在现场做法，没事的时候他都在睡觉，然后就觉得哦。好险！今天法师在睡觉，只要他眼睛一张开，我们就觉得大事不妙。真的？对。那他还有在哪一个场景时候是看起来最忙的？他在森林的那时候也是蛮忙的那一段，然后他就一直，而且那个法师很厉害，他会吐火，喝一口酒，然后就会吐火来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师傅啊，你要小心旁边的树，可能会引发森林火灾。对。人家讲说，有些片场也是蛮阴的，然后甚至化妆间也蛮阴的。对，我觉得最可怕就是我们之前比如说拍几部鬼片，比如说《红衣小女孩》这种，恐怖就在于说，我们有时候书画间不是跟片场很近，可能他在楼上，或者他在4楼、5楼。我还记得我们去一个场景是拍摄在1楼，可是它2楼、3楼全部是荒废，就你一进去看那种天花板。剥落什么掉这样？对，但是我们的化妆是在5楼，所以你就要从3楼，再经过4楼，再经过5楼。那我还记得最恐怖是那个时候，就有时候人家都会听到一些怪怪的声音，像我们在拍摄过程都很常听到，就是走过那种荒废的长廊啊，就偶尔会听到那种女生那种喘息声啊，会收到那种人的声音。我还记得我们在拍红衣的时候，是他收音。他就一直听到有一个男生一直在讲话，然后他就很生气嘛，他就大叫，他就说：“现场不要再讲话，我们要开拍了，怎么不专业啊，什么什么。”但是回头一看，就是现场根本没有人，安安静静，根本没有人讲话，没有人讲话。那他回去 playback 的时候有听到？有这个声音，然后听说那一段声音在《红衣小女孩》的这部片里面，最后是没有把它修掉。哦，我好像知道这件事情，然后他好像甚至把它放到。类似像片尾曲之类的，就把它放到片尾曲。披着红色衣裳。
拉这部片也有遇到这种问题。真的对什么？就是像我们有一段探险小队要去找那个娟娟，她是进到，因为我们通常剪接是会一个剪接师，调光调色也是一个师傅，然后进到声音也是一个师傅，3个不同人都同样在那一卡上面遇到问题。你刚刚讲到说收音收到怪声音，其实嘎啦里面也一直有一个怪声音，对，但那个应该就是贯穿全剧的一个声音。你听到一个声音啊，很像是咬东西还吃东西的声音啊。因为观众可能看到恐怖的画面，他会选择遮眼睛，可是耳朵你遮不了，对啊，然后就设计了这个磨牙声。我现场可以模仿给你听。真的假的？好厉害哦！嘎啦的这个声音是录音师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乐器。那它当然这个也是在我们宗教观里面，就是如果你拜了这个邪神，这个邪神会让你身体缺陷的地方长出牙齿，用牙齿的东西去弥补。怪不得，我就想说，这部片里面大量的使用牙齿这个元素。你拜了这个石头，这个石头它其实是一个邪神，它是一种欲望它在象征人性欲望的邪恶的这个东西。那它里面就会讲说，因为祭拜石头是现在很多人的一种习俗。对，有些人养石头啊，就石敢当啊，对啊，大石头就会绑条红布。对，他在拜的过程里是一种对于贪婪或渴望而去祭拜这个东西。那牙齿这个东西，它就很像吃，就人在吃东西的那个东西，所以才会长出很多大量的牙齿来，无尽的贪婪。所以你会看到说，这部片里面很多的人，男主角会因为他想要流量。那女主角她也会想要什么原因？男主角是你本尊，对，也是我本尊。其实你个性应该第一点也不铁齿，然后第二点算胆小吗？算胆小，我是那种不敢招惹事情的人，我就先不要去好了。对，然后你却遭到了这么多恐怖片，然后谁是被害者，连那些就特效的道具，对，都是你来操刀的。是，你势必要做很多填调，你势必要看过很多真的刑事案件啊、溶尸啊等等的。对啊，你如果是一个比较害怕的人，你看这些东西不会做噩梦。像我们拍谁是被害者，他有那个鉴识顾问，所以他就会给我们。他手上有很多资料。对，很多资料，我们就要。但是他给你看的都是真的耶。真的。对啊，所以你看，我看那个我会做噩梦哎。我通常打开的时候，因为他那个刑事案件写的太巨细靡遗了，就是他的，因为他们有给我们教科书，然后他就会把那个图片就是放得很大，然后上面写特征，然后什么，那我们就会看它上面的那些文献资料，我们就要看说颜色会怎么变，那我们就要去模仿出它的颜色跟质感跟细节。我记得我们在拍摄完的时候都会有个道具仓库，听说就发生过很多事情，真的听到一些灵异的声音，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感受到仓库的尾端都有一个感觉，有个人在最里面，因为那个仓库是长条形的，就是它在最深的时候都很暗，然后旁边两边都堆那个道具这样，然后我们记得那个道具是放在最尾巴。那所有工作人员要经过那个狭长的地方爬过去，他们就觉得那个尾端一直有一个人在那边。所以不止一个工作人员，不止一个人，是3个、4个工作人员就感受到，都有这种感觉，有这种感觉，而且大家同一个时间都头晕想吐。那除了你之外，还有其他人有什么体验吗？我们主演也蛮多遇到一些事情，就是你们这几个探险队，对探险队大家都遇到事情。有些人在拍摄过程当中看到一些恐怖的鬼脸，他就是经过一个走廊，他就看那个镜子，然后那个镜子一转头过去之后，就有一个女人对他微笑，这真的好恐怖，超可怕。然后他说那个脸是裂到这边来的。就是一个裂嘴女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超恶心，而且重点是遇到都市传说。对，我想说哇靠，裂嘴女出现呢。对啊，她才17岁那个时候，她是第一次看到这，她来相亲了。她说她在之前都没有看过。那你觉得谁最难画？我觉得还是连你白痴公主，对白痴公主，对都可以被你弄成那样，我觉得很厉害。我觉得最难画还是红衣小女孩，因为她是3个小女孩轮替。所以3个小女孩的身上从头到脚都有贴一种专门用的假皮，
对，它像穿手套一样穿进去，然后全身也都贴，然后还有再来，它有另外一个大的小女孩，更大只，那更大只，她就完全整个从头戴了一个头套，然后手加长什么，然后再加电脑特效，那个是我觉得画过最困难的鬼，因为它比较也不是说它是鬼啊，它是一种怪物怪兽。那我很好奇，你刚刚讲说像红衣小女孩这些手套啊，或者是谁是被害者，有很多，因为那个都是假的尸体嘛。对，这些道具你要存放在哪里？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仓库，就有时候管理员都会半夜看到我们在抬尸，运那些尸体。有没有造成误会过？有，因为我们有一次拍摄，隔天要突然拍一个小婴儿的尸体。对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很急，我们就请快递帮我们送，然后就我们助理就那个袋子快递下歪，对，他那个时候袋子啊就是没有包好，然后我们就直接那一整袋拿给快递的时候，那个快递他直接眼睛一瞪，然后他就大叫，他差一点他说他要报警。然后我们还记得有一次去约旦拍摄，就那时候拍《麻醉风暴2》，约旦它不是一个影视产业很发达的地方，所以他没有看过道具跟美术这个东西。那个时候我们就运了一箱尸体，然后现在 X 光机不是都是用机器嘛，他们是用人工的，就是人工在旁边看，结果他就一打开，然后就是一大堆断手断脚，然后我们当下就几个工作人员就被抓到小房间，真的进去，而且一盘问就盘问了2个小时。对，后来是还好制片那时候有申请一些公文，他来解救我们。当然，现在给已经摆出来了，我们请储蓄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是什么。好，那一般来讲就是有我们专门用的这个特效上妆的细胶，那它是一种可以在皮肤上面做出一些立体的伤口。那再来一个是我们专门用的一种色盘，那个酒精性色盘。对，那它一定要沾一些酒精，然后才能在皮肤上面上色。那这一个是我们在拍摄过程用的血浆。它真的直接就叫 dark blood。对，这一个是因为我们拍摄是因为电影的需求或光的需要，可能就有不同的血。那在可能有深的有浅的，这是好像比较干掉的血。对，就是有一些这种结痂，这就新鲜的。对，新鲜 bright blood。对。你们真的会用番茄酱吗？因为这个颜色其实蛮像番茄酱。以前会，但是现在因为这一个的效果是我涂在脸上，不会因为流汗或者是什么掉妆。因为它可以吃吗？不行，它不行吃。不行，因为我先前有听说有一些剧组会用食物来混这些血的东西，因为有一些可能他会吃到。对，像有最常用的就是给人吃的话，就是一些番茄酱，然后或者是加一些枇杷膏或色素的东西。好，那你觉得我应该要受伤在哪里？我觉得可以受伤在里面好了，画在这一块。好。这看起来就很像凡士林哎。对，它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叫做细胶，铂金细胶，它是一种在皮肤上面比较不容易产生过敏，然后也是亲肤性的一种材质。那一般我们都是拿它来做这种立体的上妆，对，比较多。我很好奇，你这些去哪里学的？在台湾学的吗？在台湾也有，然后也有到北京去找老师。然后也有跟好莱坞的老师，他是《饥饿游戏》的化妆师。当时怎么会想要去做这个？因为其实我被一部电影叫做《异形》，所以我很对里面的那个怪物啊的制作过程我是非常的好奇，所以我后来才去研究。那研究完就说哇，天哪！特效化妆竟然可以把一个人就是画的跟真的怪物一样，这样一模一样，所以我后来才去学这个技术。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叫做细胶，铂金细胶。那一般我们都是拿它来做这种立体的上妆。好，基本上我们的肌理已经差不多要完成了。5 minutes later， 厨师真的太强了，我看了都痛了。这光用眼睛看就觉得很痛，能够让我等一下在路上吓人。可以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，随时上架。我们下回再见。